输定了，空哥。空哥，出大事了！日本的镇金银行被抢了，现场很乱，听说是那个金库被炸开了，存在里面的黄金被洗劫一空了。谁干的？你干的？谁干的？外面传是你干的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封你的信，信上骂那些日本人是蠢蛋，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不，等一下，空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白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？端木星。哎呀，这小子胆大包天，抢了黄金还让我给他背黑锅啊！还有射票，非让我写恐吓信。真拿我当枪使啊！快点，都马上点啊！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一听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周院长和秦系都在部长办公室呢，你快去吧啊！快点！整整50箱黄金呐，上千公斤，那是政府的储备金，就这么被洗劫而空了。没有了这笔储备金，我们靠什么发行货币？我们的政权怎么维持啊？周院长，你别激动嘛，冷静点。现在正在全城戒严，在搜索嘛。50箱黄金呢，不是个小数。我就不信，有人能把它搬出上海去。林部长说的对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抓人，东西他自己跑不掉。可是万一他跑了呢？谁负这个责任呢？谁又负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啊？院长，要我说啊，这事儿要怪，就怪您自己。我记得白天，还是在这个屋里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不要上了司马空声东击西的当。部长也跟藤田司令说过了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，现在这就是结果啊。小彪说的没错，这是藤田司令要求的。你当时也是在我那办公桌边上呢，拍的板呢，所以这个责任呢，它不在我们身上。现在宪兵司令部也乱作一团，你们都在推卸责任，让我怎么办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抓人找黄金，责任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们俩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行动，坐下。动个屁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要动手了？不是空哥，你不是说端木星抢了日本银行的黄金，让咱们替他背黑锅？这要再不教育教育他，岂不是吃了哑巴亏？这亏呀，吃就吃了，啊，好歹是跟日本人对着干的，这事儿摊到我头上，这也未必算是吃亏呢。不过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端木星干的，还不能确定，弄不好啊，是汉奸跟小日本人联合起来啊，做了一个扣，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往里跳。万一真是端木星干的，这小子拿着这钱也不会花到好地方去。哎，算了，这账啊，以后留着慢慢跟他算吧。那咱们跟这儿开半天会，折腾半天，干嘛呀？你说干嘛呀？这满上海都怀疑那黄金是咱们劫的，日本人周淮海、林士群啊，都等着跟咱们干仗呢。这要不准备好了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小恒，想不到堂堂的军统司马空，也有害怕的时候。都下去吧。我司马空什么时候知道怕过呀？这叫有备无患，懂吗？哎，我问你，这日本银行被劫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知道？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我就知道啊！你是不是拿我当枪使来着？嗨，果然没错，这件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根据我的了解，
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端木星抢了这笔黄金。废话，这还用你说呀？哎，这事儿不是你主使的吗？我倒是想啊，但是有人比我快了一步，毕竟端木星不是受命于我的。等会儿，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敌人内部还有你们的人？这端木星是被他控制的，是吗？一点没错。哎呀，共产党玩得够深的呀！啊，但这事儿让我司马空来顶缸，不合适吧？大家都是一致抗日，什么你顶我顶的，不都一样吗？干嘛那么计较啊？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我可告诉你，这黄金我可一眼都没瞧见呢，这烂摊子我可不管收拾。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估计的没错的话，这笔黄金可能很快就到你们军统手里了。谁信呢？老郑，哟，主任，没吃早餐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上海的早餐还真挺好吃的，荠菜小馄饨，来，你得尝尝。掌柜的，再来一碗。你今儿换口味了，在这儿吃早餐？你可不知道，在这儿啊，一边吃，一边听他们聊天，那才有意思呢。谢谢。刚才有一拨人就说昨天晚上的事。他们说呀，日本人急得上火，汪精卫气得吐血，周淮海吓得直尿床。这老百姓的嘴，那就是一把刀。我刚才过来，租界还在戒严，日本人这次啊，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，全乱套。告诉你啊，这个案子是端木星做的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抢银行，而是要把上海搅乱，要弄出个惊天大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同志就有借口赶回来。中村公已经回上海了。这么快？他在东京的事儿办完了吗？我想应该办完了。帅彪这小子早就猜出他的意图了，所以他固步一阵，迷惑了敌人，帮了他，也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空哥，空哥，干嘛呀？鬼喊鬼叫的。你猜我刚才上厕所碰见谁了？谁呀？端木星。端木星？他还给了我这个，托我给你带个话，他要见你。这看来正金银行的事还真是他干的。他见不见他这事儿，我得给重庆戴老板发个报吧。那就赶紧啊！我看他挺着急的。他还说了，他愿意把他抢来的黄金交给重庆。还真让帅彪这小子给说中了。他一定是遇见危险了，想拿咱们当退路呢。营佐将军，你放心，正金银行的案子我亲自负责。这么多的黄金，司马空带不出上海。好的，将军，再见。部长，这是上个礼拜的情报汇总，您抽空看一下吧。啊，走吧。营佐将军从东京回来了。营佐将军昨晚坐轰炸机，连夜从东京赶回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那个中村公啊，很可能有问题。中村公，他不是日本人吗？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是营佐将军刚才在电话里刚告诉我的。日本军部有个叫武田的将军，涉嫌东京共产国际谍报案畏罪自杀了。这个人手里有一份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，这个情报啊，可能已经交给了中村公。中村公和营佐将军刚到东京，上海正金银行就发生了劫案，军部就把中村公派回上海。中村公刚到上海，日本军部就发现了疑点，所以营佐将军就连夜急忙赶过来了。那既然已经怀疑他了，就赶紧把他抓起来，不就完了吗？可能是缺少足够的证据吧。另外，也不知道中村公手里到底掌握多少情报，
不过营佐将军已经派人包围了他住的百老汇公寓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嗨，这是他们日本人自己的事儿，跟咱们也没多大关系。空哥，别来无恙啊！胆子不小嘛，还敢来找我？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为了向你解释振金银行的事儿。啊，振金银行，这笔钱是日本人搜刮咱们中国人的钱，我必须给他抢回来。至于用了你的名号，一是为了保护中村宫，二是为了嫁祸给营佐。现在看来，目的都达到了。只要是对付日本人，用我的名号无所谓。我就知道，空哥大人有大量，绝对不会在乎的。好了，说点正事儿吧。这笔钱，你想不想要？想。怎么？你不想要啊？都知道我端木星爱财如命。都知道。当年要不是为了钱啊，我也不会投靠日本人。可这笔钱，是汪精卫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我端木星拿着烫手。我把钱给了重庆，只有一个要求。说。请报告戴局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端木星脱离日本人，回归军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唯一的生路，就是做回一个中国人。你这来来回回的折腾什么意思？我当初投靠中村宫，是因为他是日本共产党，他做的事情都是有利于咱们中国人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中村宫是日本的共产党？那你呢？别跟我提这些党不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只要是对咱们中国有利的事儿，我端木星都会去做。不错，中村宫是日本共产党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在他身边能做到我想要做的事儿，这就足够了。空哥，愿不愿意帮兄弟一把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可以向戴老板解释，说你全番投靠中村宫是我们一起的计划，目的是为了端了小日本的银行。那这笔黄金，我的。再说了，没有这批黄金，戴老板也不会相信我，你回来的也不安心呢。有道理。那咱们一言为定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时间不多，就不废话了。第一件事，端木星有危险，赶快救他。这不用你担心，重庆方面已经派吴局长和他见了面了。端木星只要把藏匿黄金的地点告诉我们，他就算正式返回军统了。那他留在上海总归是个麻烦吧？这也不用你担心，我已经派人送他离开上海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在百里之外了吧？嘿，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！怎么了？私底下眉来眼去的也不告诉我，害得我还替你们着急。你别气呀！哎，你当他给的是个宝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些黄金在租界仓库里面背不动搬不走，外面查的又紧，那是一个大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正要找你呢，你给想个办法。
先不说这个了，第二件事儿，帮我一个忙，救个人。谁啊？中村公。日本人？你有病吧？我是认真的。这个中村公其实是日本的共产党，他手里面有一份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，这个计划很有可能就是日本对美国开战的计划。他现在暴露了，被宪兵包围在他住的百老汇公寓里。共产党真行哈，连日本特务头子都能拉下水。不是你让我救，我怎么救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偷袭。只要你成功的把那些日本宪兵引开公寓就行了，他就可以脱身。这事儿可有点冒险。谢了，司马公，我等你消息。啊，我没说答应呢。卖香烟。哎，停一下，香烟，停一下。香烟。雪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卖烟啊？是邢小姐让我在这儿，她自己在屋里守着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一趟百老汇公寓，那儿已经被宪兵和特务包围了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帅彪，你不是回76号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碰见雪儿了，跟她聊两句。哎，你们呢？不是到百老汇公寓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中村公跑了，我们要去春光车行看看去。去春光车行干什么呀？迎左将军的命令呗。行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什么情况去。春光车行，雪儿，你帮我一个忙，马上去找司马公，让他别再去百老汇公寓了，立马赶到春光车行。怎么回事？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，本来是想让司马公帮我救人的，现在这么一折腾，恐怕来不及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也要马上赶到春光车行去，你赶快去吧。哦。你不能进去！里面怎么回事？我们只负责守在这里，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你他妈吃屎啊你！你们听着，把这儿给我封了，全力追捕中村公和小船。赵队长，怎么回事？这魏大勇他妈是共党卧底，他掩护着中村公和小船逃跑。现在将军下令，让我们全力追捕他们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得干活了，走。停，那边不能过去了。我是特工总部的，奉命参与追捕，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帅彪，您还是别过去了吧。怎么回事？刚才中村军抢辆救护车过去了。救护车走了多久？没多久，我们就封锁这条路了。怎么听不到枪声了？营佐将军有令，去抓那个女的，去抓小船。怎么回事？在那边铁桥，营佐将军拦住了中村公，可是，在救护车上只有他自己，跟他在一起的女共党萧传不在。他把消息交给了萧传，转移了我们注意力，我们上当了。兄弟们，走，跟我抓共党！郑大哥，萧传来了，正在楼上发报。我知道了，中村公被捕了。他被捕前把情报交给了他。这是一份用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情报。我要不要上楼告诉他你来了？不用了，现在全城都在戒严抓他。等他发完报，我护送他离开上海。啊，雪儿，你看见帅彪了吗？我看见了，他为了救人到处奔波。
他说本来让司马空去百老汇公寓，可是没赶上，然后他自己又赶去了春光车行，可能最后还是没赶上，白忙一场。不，他没有白忙，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一切。这份情报的传出，也有他的功劳。刚才萧传跟我说，这份情报是日本内阁北上南下的决策，是关东军南下的兵力部署，以及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的人已经布满全城，任何蛛丝马迹都逃脱不掉。我一定把黄金夺回来。情急中佐只知道催我，这也难怪。这营佐走了，梅机关呐乱得很呐，他现在只能靠我了。部长，您刚才在电话里不该把话说那么满，万一抓不到，您不就担责任了吗？帅朴说的对呀，这事儿本来和我们就没多大关系，要真摊到我们头上来，那就是事儿了。你们说的我都懂，可在电话里，我总不能拒情戚于千里之外吧？这个人对我有用。部长说的倒也是，那咱们就尽力做就行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志江，你安排人进行全城搜索，所有出城路口都要封锁检查。是，去吧。帅彪，刚才志江在我没说下去，我从电话里听出情戚的语气很沮丧啊。他是怕英佐走了，自己立不住，出了事儿还要受牵连，所以要更小心，别被嫁祸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看营佐是到头了。部长，您现在要做的就是2个字：敷衍。等过了这几天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哎呀，我这头疼。行，你先下去，我自己静一会儿。行，那我先过去了。中村宫情报的大致内容都在这上边，你们看一下吧。怪不得日本人这么紧张，这几乎是他们所有兵力的部署和动向。日军已经放弃北上的策略了，这就意味着苏联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可以全力抗德，意义重大呀。日本海军南云舰队航向东南，预计12月8日以前抵达美国夏威夷。这是中村宫根据舰队航向、潮汐、水文和天气变化做出的判断，应该准确。日本要偷袭美国？他疯了吧？这份情报传递的信息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司马公，你应该马上电告重庆，然后通知美国，12月8号离现在没有几天了。我马上去。哎，等等，这份情报是共产党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，这一点你要着重告诉重庆。但愿重庆能转达给美国，但愿美国能够重视。日美一旦开战，上海的租界就不复存在了，你们和他们就失去了庇护所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在上海的日子就会很难了。走吧。嚯，这里边够热闹的，什么事儿啊？进去吧。已经
天凌晨，我英勇的大日本帝国海军以雷霆万钧之力突袭珍珠港，以极小的代价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全歼于此，敌方损失惨重。美国通往亚太地区的桥头堡已被彻底摧毁，详情我们将会随时报告。大日本帝国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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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部长，将军正在等你。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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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了吗？我们大日本帝国又获得了一次胜利。必须！山山将军，祝贺您荣升，为大日本的利益，我们会尽心尽职的。将军，这位是任世全任部长，这位是他的秘书，这位是新任宪兵司令柴山将军。柴山将军，属下林世群，请多多关照。新任司令，那藤田司令和银佐将军呢？藤田司令已经调到满洲去了。银佐将军因为工作的事情被押回东京了。我刚刚得到东京的电令，美国和英国已经正式向我们大日本帝国宣战了。我们的关东军已经登陆了东南亚，并在今明两日进攻香港，即刻占领租界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现在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开进了租界，上海孤岛的时代结束了。中村公所获得的情报都已经被验证了，但日本军队的动向和意图并没有受到美国的重视。珍珠港事件已然发生，整个上海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帅飘最担心的事儿，终于发生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糟了，大门有不好出事，让一下。
醒醒，来，你起来，来，来，你起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你起来。 你起来，你起来啊！你快起来！小李，小李，你醒醒！小李，你起来！你怎么了，小李？ 小张，你这情况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小张，小张，上哪去？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日本人。你放开我！你疯了！ 啊！清醒点，清醒点！你这样去，那就是白白送死，知道吗？白白送死！你对得起你的同事吗？啊！听我说。 难久，日本人猖狂不了多久了。来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干杯！哎，来，上海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时代了。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，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我们的俘虏，那些美资和英资的银行和产业都是地产，都将统统的没收、关闭。将军，对这些地产的处理，你有些什么想法呀？当然是我们日本银行接管了。哦，还有那些个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个人财产，也都是地产，通通接管。将军，周院长的意思是，英美在上海是巨大的资产，是不是也分我们一杯羹啊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政府的储备金被劫了，而且储备券的发行很不顺，政府在各方面已经是东支西绌了，所以在财政上，我们还需要日本方面的大力支持啊。这不可能，日本都在以整个国力
支撑着战争，我们被压得也是喘不过气来。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开战？就是为了先发制人，夺取资源啊！我们没有向你们再加税，已经就不错了。可如果我们的政府支撑不下去，也会影响到日本在华的利益啊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替你想好了，那批失窃的黄金，宪兵司令部一直在追查。过去有租界，我们行动起来多少有些不便，那么现在没有租界了。林部长，这件事情就要落到你的头上了。你要将功补过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将军放心，我立刻派人搜查租界，抓住司马空，把黄金找出来。好。日本不是运来一些储备券吗？由美资和英资银行加以干涉，市民反对，你发行起来多少有些不顺。那么现在没有这些干扰了，你发行储备券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我明白，但是发行货币，毕竟还是需要储备金的支持啊。英美银行归日本银行了，那些美资的公司，我们是否可以接管呢？这样可解我们的燃眉之急呀！不可以！现在所有这些财产，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财产，你们没有任何资格染指，你们还是各自想办法吧。我刚刚来到这里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你们都按照各自的分工去干吧。日美开战，哼，我们竟然连一点好处都没捞到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帅票来了！开门。保养的不错呀！来，伺候我这位爷。过来，给我叫过来，说我找他有事儿。好。这个个儿太小，个儿太小，我喜欢大个儿。来，我这给你。哎，我到前面看，前面看。挑姑娘又不是挑媳妇儿，差不多行了啊。龙哥，我把帅哥给你带过来。哎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还是那批黄金，那黄金还在租界的仓库呢，我担心被查出来。你们真够混蛋的呀！我还以为早就运走了，怎么还在那儿啊？这不前段时间上海查得紧吗？还有那个端木星去了第3战区跟顾长官喝酒，哎，他把这事给兜出来了。顾长官一听就给委座打电话，说他地处江浙方便，要把黄金运到他那儿去。戴老板又不干了，这争来争去的事儿就耽搁了。谁也没想到这日美那么快就开战了呢。怎么没想到？我不是给你看电报了吗？你没报告重庆啊？我报了啊，据说重庆也通报给美国了，可人家没当回事儿啊。那你看珍珠港，那炸得跟爆米花似的。就要说中村宫的情报挺准的啊，可现在也没办法，这后悔药没得买去。现在着急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上海新来了一个叫柴山的宪兵司令，一上任就要抓你找黄金。林世群和周焕。他怎么弄出上海去？藏在什么地方？带我去看。龙哥，林世群来济援了。他怎么可能来济援呢？不可能啊！真的，不信你自己看呐！快来看啊！
正在里边工作呢，我不知道您来了。拖着裤子工作是吧？很勤奋，真不知道羞耻。帅彪呢？还在里面？他没看上我这儿的姑娘，骂了几句地党货就走了。我一回76号，就听说你们俩在这儿，我赶过来了。啊，真给我丢人！现在都什么时候？他没看上我这儿的姑娘，骂了几句地党货就走了。我一回76号，就听说你们俩在这儿，我赶过来了。啊，真给我丢人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玩技嫖娼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把我的事情办砸了，你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置？哎呦，不是，您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生这么大气呀？出去了，出去！出去，出去，走吧，出去，出去。您消消气儿。柴山下了命令，要我们抓捕司马空，顺便把那批黄金尽快找到。我就奇怪了，上海就屁大点地方，他能躲到哪儿？那黄金又能藏到哪儿？啊？是啊，你说，咱们该搜的地方都搜了，这难不成司马空还躲妓院不成啊？这可难说。你这妓院周围左左右右的邻居是什么人呢？你都搜过了吗？我这儿肯定没问题。那边好像是个烟馆，这后边吧是个空院子，我买下来训练姑娘用的。那隔壁吧好像是个外省的商户，还供养了一个外室。不过他们平时也很少有人来往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什么商户啊？供养个女人外室啊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把衣服赶紧穿上。坏了，林世群要过来，赶紧想办法，否则我被他躲在院子里，我就死定了。就这点嬷箩，神仙也救不了。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到东墙。我再想想。部长，你怎么这副模样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柴山将军到76号了，他要见您，您赶紧回去吧。我刚从76号到这儿来，他就到76号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，您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到了。我听说啊，您去找赵队长了。我想赵队长不是到妓院了吗？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柴山将军好像有点不太高兴，您赶紧回去吧。走，回去看看。好险！真要让他们进来，咱们就完蛋了。空哥，帅飘怎么办？他把林世群骗回去，见不到那个日本人，不就全完了？这倒是，见不到人他就交不了差。哎，先叫兄弟们把这收拾一下，咱们先撤。这么急啊？林世群见不到日本人，万一杀一个回马枪，不就把咱们一锅端了吗？还有，去找一个机灵点的女人，搬进来，别把水漂给卖了啊！不是空哥，这一时间上哪儿找一机灵女人去啊？随便问问就露馅了。去找雪儿，有她在，水漂应该能应付。明白。你说柴山将军找我，你是怎么来的？跑来的？哦，我的车呀在路口熄火了，我怕误事儿，就跑过来了。柴山将军找部长，会是什么事儿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抓司马空，找黄金，督战呗。我看他呀，比营走还急。可这事儿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我们和军统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了，他们都快成精了。可这柴山他刚来啊，他才不管这么多呢。而且他一来啊，就倚仗上了周淮海。我跟部长去开会，进去一看，他们俩先谈上了，还不知道周淮海在里面下了什么烂药呢。你看柴山现在对我们的态度，那比催命鬼还着急呢。
别在这发牢骚，在这事儿上，我跟周淮海是有共识的。部长，那您不还是个偏房吗？在上海要想划拉得开，那就得争宠，就得当日本人的正房啊，不是吗？你看啊，咱们这样匆匆忙忙地赶回去，柴山已经在76号等咱们了，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，还不如咱们先到宪兵司令部绕一圈。你来找我，我先去找你呢，那我的态度就出来了。你这话倒是有道理。咱先不回去，去宪兵司令部。连部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好，部长是来见柴山将军的，他在吗？柴山将军不在。我们在租界发现了一个仓库，有了皇军的踪迹，他已经赶过去了。皇军找着了？刚才柴山将军让我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你们都不在。你们现在赶紧赶过去吧。我说将军什么事这么着急呢？原来是这个事儿。部长，咱们赶紧去吧。我们走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这儿那个店的钥匙，你拿好，你赶紧过去的，有什么事儿赶紧跟我们汇报啊。雪儿，哎，邢小姐，那不是司马空的手下吗？他找你做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把老闸桥23号的钥匙，让我赶紧去一趟。那是他们的窝，刚才差点被密探发现了。是帅飘哥秦继忠把林世群骗走了，司马空他们也赶紧撤了，但就是怕露馅儿。所以让你去顶一下是吗？把钥匙给我吧。你要去吗？那地方是帅飘找的，你又不熟悉情况。既然敌人已经开始怀疑了，还是我来吧，我去应付他们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柴山将军，我不知道您派人找过我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我的林大部长，你很忙吗？打电话都找不到你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特高科长冈村，什么事情他跟你讲？冈村先生您好。您好，林部长，我是冈村。我这几天反复的提审那个抓到的端木星的手下，现在他终于招供了，交代出这个地方来。你看这里有篷布，还有木箱的碎屑，而外面有明显的卡车轮胎印记。通过这一切，我们可以断定，端木星抢劫了正金银行之后，那批黄金最开始一定是藏在这里。就这么大个地方，你们居然就没有发现？还说是你们反复搜查过，就这么搜查的吗？柴山将军，将军，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林部长。以前这里是法国人的租界，这个仓库属于法国商会，以前的租界是不方便公开搜查的。林部长的特工人员进不到这里来，所以情有可原。柴山将军，冈村先生说的对，我们的确进不来。不过，整个租界我们都是严密监视的，从来不敢懈怠。我敢保证，这批黄金还在上海，就在这里。可它就在这个仓库里，没有了。你怎么解释？端木星返回军统，有人在第3战区看见过他。我判定，这批黄金已经交到了军统手里。这是端木星返回军统的条件。司马空接手了这里，发现端木星的手下被捕了，所以
就把这些黄金给转移了。将军，部长说的有道理。刚才我们进来之前，在门口仔细勘察过，很有可能这批黄金没有卸过车就已经拉走了。嗯，连车都没卸就拉走了？那你说，他们会拉到哪里去呢？拉到什么地方都有可能，不过应该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集中藏匿的可能性很小，很有可能已经分散开了。要真的分散开了，这搜查起来难度可就大了。这全上海好几百万人呢。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主要是盯人。这么一大笔财富没有带出上海，那司马空不敢乱跑啊，他肯定要守在上海。我们只要抓住了司马空，这批黄金就水落石出了。这是我和周院长的共识。好，宪兵司令部全力配合你。1个星期之内，我要亲眼看见你抓住司马空。嗨。3万。你部长回来了。世群，哎呦，我今天约了几个太太打牌，你快赶紧过来帮我看看。我都忙得灰天黑地的，哪有你们这闲情雅致啊？你们玩吧。啊，对了，刚才你们就这么打牌，柴山将军看了没说什么吧？什么柴山将军啊？哎，今天没有人过来。哎，我打牌了，你自己去忙吧。快点，快点。你们玩。哎呀，赶紧了，真是的。小飘呢？从仓库出来，他就说有事就没再回来。我今天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差点让这小子给蒙了。你立刻带人回到你那个妓院附近，仔细搜索，任何地方不要放过。我那儿附近会有什么情况啊？要这么大动干戈的？我的车能开到你妓院门口吧？他为什么不能啊？他说在这见到柴山将军，柴山根本就没来这儿。这小子施的是调虎离山计啊！你立刻回去，我要杀他个回马枪。是，我马上去。这个小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司马空啊！他们撤了，我过来收拾一下，把这些男人生活过的痕迹都给去一去。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林世群怀疑你了吗？没有，我把他支开了，因为时间仓促，还有很多漏洞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司马空还不错，够激情。他要是不走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藏黄金的地方已经被日本人发现了。那日本人找到那批黄金了吗？没有，应该还在上海。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，应该还在那个仓库里面，所以我把日本人的目光从那边转移开来了。这个司马空真是个混蛋，耽误了那么多的时间，搞得我们现在这么被动。绝对不能让敌人先找到，要不然汪伪政权可就又有本了。李世群果然上了回马枪，你要装作我的亲人，跟我偷偷的同居一次，懂吗？好。帅飘，哎呀！赵队长，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呢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们住这怎么让别人发现了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行。帅飘，你们俩住这儿啊？怪不得你以前挑三拣四，什么都不干呢，原来是金屋藏娇啊！这儿之前不是一个外省人住的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啊，那个外省人搬走之后，我们俩就租了这个房子。哎，老赵，你今天看见了，你得替我保密啊！弟兄们都得替我保密啊！我倒要看看什么密。部长，部长，我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同居的？我怎么不信？啊，就是从那个他被关押放出来以后，我们俩就在一起了。是这样吗？嗯。那你告诉我，帅飘现在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哎，部长，这闭嘴！白的。白的。白的。刚才为什么要撒谎？哦，那个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正式的那个什么，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，总归是摆不上台面。你看刚才赵队长那个状态，多尴尬呀！那你为什么选在这儿租房子？哎，那个赵队长的妓院不是在旁边吗？他没事儿，我不就没事儿吗？部长，周院长来电话了，说让您赶紧过去，有事跟您商量。知道了。帅飘，别跟我耍小聪明，小心踩了自己的后脚跟儿。不敢，部长，不敢。走。太悬了，差点就栽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穿的是白色内裤啊？啊，你一翻白眼我就知道了，要穿别的颜色，这个就不好猜了。真聪明。啊，那个舒媛。啊。可能以后你要长期住在这儿了。他们刚才看见我们俩这样，你得配合我。谢谢啊。你去哪儿？
啊，我去找司马空说黄金的事儿。空哥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哎，帅飘，来看看我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幽静清雅。我准备太平以后啊，就带疏远来此隐居，然后生一大堆小司马。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行了，没时间跟你废话了。你那批黄金藏哪儿了？这是军统的秘密，我能告诉你吗？狗屁！是不是还藏在仓库里啊？别想编瞎话骗我啊！你在租界里没地方可藏。是，还砌在那墙里呢。哎，没被日本人发现吗？砌在墙里，难怪呢。行了，赶快运走，时间长了肯定露馅儿。不是，我怎么运？那么一大堆黄金啊！这还不简单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马上给重庆发个电报，让他们举行一个庆功会，庆祝这批黄金顺利回到重庆，最好是蒋介石也参加，明白吗？妙计啊！让日本人知道黄金已经出了上海，但是这万一瞒不成怎么办？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先走好这第一步吧。赶紧的，给重庆发电报，明天我就要听到重庆的消息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就算蒋委员长不出面，戴老板肯定也会出面，我拿我脑袋担保。哎呀，林部长，很抱歉呐，你看又把你请来了。哎，我听说那批黄金查到了。也不算查到，只是发现了线索。在法租界的仓库里，我们搜查了仓库，初步判定啊，司马空把货又原车运走了。我们正在查车查人，追踪线索呢。我已拟定了储备券新的发行方案。可是你知道啊，货币的流通和发行没有储备金，会有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不能等你把那批黄金找到了，所以我把你找过来跟你商量一下。我用1亿的储备券，从江苏换取500公斤的黄金。你不要皱眉嘛。浙江也是这么干的，汪主席也同意了。院长，这不可以啊！你给我发来一堆票子，我到哪儿给你整黄金去？哎呀，江苏是富庶之地呀，别说500公斤，再多10倍也是有嘛，民间有的是啊。周院长的意思是让我到民间去搜刮。周院长，江苏是连年战争啊，真正有钱的地方也就是苏锡常，而苏锡常的赋税呢在您手里。我这个省主席啊，也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，要我干也行，把苏锡常的赋税给我。世勋呐，你这么说可就是顶牛了。那好吧，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查到了黄金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就作罢；如果查不到，就这么办。啊，世勋呐，这是维系政权的大事，你不能看着它垮台吧？注意敌人动向啊！有情况，马上发信号。知道了。注意安全。慢走啊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阿正，外面盘查的严，敌人跟疯狗似的，就挨家挨户的搜。他们是在追查那批黄金，这可是汪伪政府的命根子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差点出事，是吗？不是我们差点出事儿，是司马空，他都躲到清凉观去了。老郑，
帅飘找你就是为了那批黄金的事，如果不尽快运走的话，恐怕落到汪伟的手里。这都是他们在互相扯皮，耽误了大好的时光。日伪现在就像饿狼一样，疯狂的乱扑乱咬。我找过司马公了，让他把饿狼引开，但是这批货光靠他恐怕不行。帅彪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这批货砌在仓库的墙里面，我想办法暂时的移开了敌人的目光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时间，因为很可能敌人很快就会发现破绽。仓库那边有敌人把守吗？有日本宪兵，但是人并不多，只在门口有个岗哨。这个岗哨交给司马公解决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咱们共产党群众技术好，所以把这批货取出来并且运走的话，只能靠咱们自己了。可是上海层层关卡，这么大一批货，怎么运出城？怎么弄走？我有个计划，我边画边告诉你们，咱们合计合计，看看可行不可行。世群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看着这么烦躁啊？你说你见过这种人吗？自己丢了钱，他让别人去给他找，找不到了，让别人卖身去还给他。这不是妓院里面黑心老鸨干的事情吗？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可是你这么比喻不太好吧？还好听不好听啊？我们这个政权不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吗？我就是那卖身的人，是没办法了。可这是当老鸨的呢，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卖身人的难处。他让我这样接客，我接不了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老围绕着妓院不放啊？是枝江的绿园刺激了你？不是，部长。其实我知道您的病根在哪儿。既然您不愿意做妓女，干嘛不尝试着做老鸨呢？你的事还没完呢，又来烦我。我现在不想见你，出去。赵队长就在外面，您刚才在屋子里说的话他都听见了，他不敢进来，非得让我进来。他说秦琪打电话来了，柴山将军问您今天的大搜捕结果怎么样？催，就知道催。现在上海已经怨声载道，鸡飞狗跳的了。部长。我听说院长要拿1个亿的储备券换江苏500公斤的黄金呢，这事儿您千万不能干。这是500公斤黄金，不是500两。您要弄到这么多黄金，那势必要去民间搜刮呀，到时候就弄得跟上海这儿一样，怨声载道，您就恶名远扬了。这事我不知道吗？我又能怎么样？我就奇了怪了，这储备金被劫的事儿，那应该是上海市长的责任啊，他财政部也有责任啊。他为什么把责任都推到您的身上呢？您被催得跟鬼似的，周院长倒好，稳坐钓鱼台，还净出些幺蛾子。帅飘说的对，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其实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就一个字儿，推。这里头啊，其实有2层意思。第一层呢，把这个黄金案往前头提。随便抓个人来录口供，就说这笔黄金已经运出上海了。之前这个案子是宪兵司令部负责，跟我们没有任何责任，我们也就有退路了。这第2层啊，就是这换黄金的事儿，那得公平啊。江浙皖和上海大家平摊。罗军强是院长的心腹，他又在安徽，我觉得就应该让他做事情。这样一来，这球不又踢回给院长了吗？这事我再想想。我今天烦死了，不想见人。走，明天再说。行，那我先过去。空哥，这大半夜的跟这儿偷听什么墙角啊？少他妈废话！你说为什么？明知故问嘛，不是？哎，好了。你铺床干什么？
你别误会，别误会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。啊。这还差不多，像个君子样。那是谁？赵之江。我这不是亲手把他们都送上床了吗？啊！这就是上来床。那个，我睡地下去。不用，我是说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刚才一切都是假装的，那不都白费了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睡床上吧，我相信你。睡了吗？睡了。哦，还没。帅飘。其实我……凤儿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懂的。你懂就好。志江，昨天晚上情况怎么样？部长，我听的可是真真的。那俩人啊，翻云覆雨，真刀真枪的，真的。不过，即便这样，我们也不得不多多提防啊。部长，赵队长，是不是？瞧你这精神头，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呀。平平常常吧，每天都这样。怎么了？你就在我家隔壁，昨天你屋里的动静也太大了吧？哎，赵队长，你也太下流了吧！部长，你也不管管他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
看看这个，重庆搞了个庆祝会，庆贺那批货回到了重庆。你昨天刚给我出了个主意，今天他们就有了个反应，这是不是太巧了？部长，这消息太及时了。如果照我昨天的主意去做，搞不好露馅儿就被动了。现在您有了这个电报，您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。部长，您别这么盯着我。我要是知道有这份电报啊，我就不给您出主意了。这不多此一举吗？跟我去宪兵司令部，去见柴山将军。哎。这个消息我知道的比你还早。我在重庆的情报人员昨天晚上给我发来的电报，证明了这是一个假的消息，是个烟雾弹迷惑我们的。将军，您怎么知道这个消息是假的呢？你想啊，这么多的黄金运到了重庆，这可是个大的事情。重庆这个庆功会上，即便蒋介石不来，戴笠该来吧？即便戴笠不来，那么主管财政的孔祥熙、宋子文也该来吧？来了一个军统搞总务的毛人凤，这个混蛋！啊，将军，我这是骂重庆的。他们居然敢蒙骗我们，这是转移我们视线的一个手段。追查黄金的事情，不仅不能停止，还要加强。这就是你的责任了。记住，我给你的时间，1个星期已经过去1天了。我知道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啊，将军，其实林部长是有难处的，这个事儿本来就不是他的事儿。中国有句俗话叫做“谁拉屎谁自己擦”，这林部长他是在给别人擦屁股啊，搞得整个上海是鸡飞狗跳，连裁缝铺啊、妓院都查过了，他弄了个恶名在外。这将来万一要是查不到，还得承担责任，这林部长太冤了。这里外不是人呐！你是什么意思？这该查的地方都已经查过了，可是有些地方呢，啊，你比如说虹口的日人区、火车站、码头，甚至日本宪兵司令部，还有日本的几个机关，都应该好好查一查。将军，我说句话您别不高兴啊。这个司马空啊，就曾经躲进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仓库。当时的银佐将军不让我们查呀，结果怎么样？司马空一把火就把那个仓库给烧了。不可能！你说的那些地方不可能有司马空，更不可能藏匿黄金。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部长，您说吧。将军，请坐下来。帅票说的没错，将军要是不同意，那咱们就按照您的意思吧。林部长，看起来你心里是有点情绪啊。我们日本人内部，自从出了中村宫事件之后，就加强了自身的检查工作。我们是不会让司马空钻了这个空子的，这一点还要请林部长您放心啊。报告，进来。将军，静安寺附近发现有人集会，请问怎么办？统统驱散！这个时候还聚什么会？哎，将军，这恐怕不行吧？这是上海每年一度的静安寺众生，又叫百八众生，是风俗节庆。
是有舞龙表演和花车游行的。上海市民每年的这天晚上都要听108响钟声来祈求来年的吉祥，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打破过。现如今，日军进驻了租界，就把它给禁止了。您让上海市民怎么看待日军啊？有这回事吗？没错，年年如此。就连前2年日军攻占上海的时候，他们都没听过。我们是从来没干涉过呀。那就派人多多监视，以防有人趁机捣乱。太，我给了你们这个面子，我交代你们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时间办。部长，这个柴山啊，太傲慢了，那跟您说话就像是老子训儿子。不如尹左将军对您重视。傲慢的人早晚要吃亏的。他把上海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可是他给您下了限时令啊，您要是抓不到司马空怎么办？找不到货怎么办？